没有李教练，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一个家庭也没办法支撑这么多的费用，一艘船就要10几万，然后桨也要1万多。哦，这真的会跳起来。我们其实很少在刮手，给大家科普一下。通常手是心肺的延伸，心，然后心包，然后或者是肺经，然后你这边会觉得非常的痛，是因为你这边已经盯很久，会咳，那其实都是可能是伤疤组织啊，或者他现在正在修复的状态。那我们就是帮他刮放松，然后让血液循环变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到前胸，前胸对主韩来讲我觉得会蛮痛的，你自己加，因为他用很多胸大肌嘛。再来是他的胸骨这边很凹，那为什么他胸骨很凹？其实是因为胸大肌很紧的关系。你平常会做什么保养？会拉筋哦，会拉筋。好，拉筋可能不太够。这边接下来都是你的重点部位。你成为选手这件事情，你父母亲是支持的吗？一开始不支持，刚开始练的时候，你说10几岁的时候，对哦，他会觉得女生为什么要去当个运动员？应该在家里啊。是怕你受伤吗？对，然后他们也担心，就是会练到很壮，练这么壮要干嘛？很多刻板印象。后来就是发现我是真的很喜欢，然后也很认真的运动项目上面，所以就变成支持。就也担心吧，因为毕竟家里面父母亲也不是选手嘛，对，然后所以他们会不知道当完选手之后可以干嘛。他们也只生一个小孩哦，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对，你后面继续比赛，其实也为了你的教练。对，算启蒙教练。就刚刚说自掏腰包请我教练的李教练，他真的人生中到最后一刻都还在为我们想说场地怎么办，带选手去中国训练，然后又回来赶着要办选拔赛，然后要挖场地，然后又要回台中处理事情，然后他因为自己有兼课嘛，对，所以他就是这样忙着跑，然后自己的高血压药没了也没去拿药，然后又加上天气热，对，所以他就突然脑溢血。教练一直都想要有一个选手去比奥运，然后他觉得我是所有里面最有机会的，因为女生嘛，在亚洲区，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在医院里面答应他说会为了他去努力比奥运这样子。他那时候有看到你去？没有，他那时候就过世了。我觉得他或许也很安心吧，因为他知道你讲出来就一定会做到，所以他等于是台湾蜻蜓的有点像教父等级的了。没错，他是就是先驱了。对啊，因为连那个场地怎么盖都问他，因为这已经是非常大佬级的。当下大家都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而且其实他那年好像才50几快60而已吧，还是50几而已，很年轻。哇，他真的是把所有的信念都放在你身上，然后你也确实你做到了拿到奥运资格这件事情。对，没有李教练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一个家庭也没办法支撑这么多的费用，而且也不单单是教练，我们还有器材，一艘船就要10几万，然后桨也要1万多。那个要怎么办？那个是家里面一开始都是自己买，等你到了国家队，然后有资源之后，才会慢慢国家会买器材给你用。哇，那你爸妈对于这个支出，他们一开始他们有说家里就没钱，就不要练这样子吗？也没有，我们家里一开始确实是真的没钱，所以我一开始要买船的时候，我爸妈是去借钱的。爸妈去借钱，然后去买了一艘船给你。对，对手也买船嘛。那如果我不买船的话，我就只能用塑胶船。那塑胶船一艘大概20几公斤，卡布龙船只有9公斤，那光是重量就差很多，你怎么可能花得赢？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会努力赚奖金，然后把这笔钱还掉。后来就真的是他很努力赚奖金这样。可是那个也顶多打平啊，假如说30万好了，那艘船就，对啊，就是打平。对啊，就买设备就没了，对，就不含其他平常的训练吃啊，或是一力训练的一些开销。那是几岁的时候？18岁。哇，18岁，所以我很年轻就开始在赚奖金了，所以才能一路就是支撑现在。你是不是也会甚至拿钱出来，在你们的选手或者是各项？现在会啦，就是有些真的，因为我自己家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也知道很多其实来练体育的小朋友家境没那么好，能帮忙的我会帮忙。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也一样会把之前李教练对你们的好，然后把它就继续传递下去。在我的能力之内的，我能帮忙，我会尽量帮忙。前面的部分我这边刮完了，那大部分我现在刮到的都是肌肉，
就是肌肉很硬很紧的部分，我把它全部刮出来了。上面这个都偏燥热，然后你现在应该还是继续有在流汗。对。那个汗一定要排出来，因为出来之后你的身体会比较清爽。那我们刚刚把前胸刮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刮那个吃饭的家伙，也就是你的小手臂们。我们拍摄只会拍一边给大家看，另外一边我们私底下刮就好了。然后我先说这个肌肉啊，非常的精实哦，所以越精实刮起来这边很割哦。好，那我要开始喽。好来咯，胸大肌。黑朱砂加结晶砂直接出来，我们结晶砂会好发在淋巴结，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接下来还要去欧洲比赛，对，比完赛回来1个月就要去比亚锦赛哦，亚锦赛也要来了，对，然后亚锦赛一比完就马上再去比世界杯。哇，所以选手日常其实充满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对，你们是走积分制吗？不是，我们原本国际轻盈协会要走积分制，但是后来还是决议用一场比赛定生死。你接下来有要比奥运吗？应该会啦，希望你可以拔得头筹。我们这一集就会变成一个奥运金牌的诞生过程，在很多的结晶砂当中。你后面的比赛算是顺遂吗？因为毕竟那么多人的帮忙，然后跟你自己也很愿意比。其实没有，其实杭州亚运前我是没有选到代表队的。哈？你说你得金的那一场，你没有选到代表队？没有，我没有选到代表队。哇，那后来呢？怎么会后来又蹦出来？因为东京奥运完，蔡英文总统有说要帮每个选手都安排黄金计划。最后一次选杭州亚运的时候，因为场地的因素，我落选了。后来因为又疫情，杭州的疫情又很严重，隔1年嘛，所以国训就认为说这1年中间变化很大，然后要求要重比，对，重新再选一次。因为毕竟我们要选出来的是当下状态最好的选手，对，所以也可以理解啦，也可以理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重新再选，然后你就去拔得头筹了。对，台湾第一面金牌，我现在在刮台湾第一面金牌的手，然后我可以感受到真的很痛，因为这个刮起来超级，就是有学过专业你就会知道，就会咳，那其实都是可能是伤疤组织啊，或者他现在正在修复的状态。那我们就是帮他刮放松，然后让血液循环变好。当你今天在滑的时候，比较不会僵化掉。接下来是二头咯。好，哦，这真的会跳起来。我们其实很少在刮手，给大家科普一下，通常手是心肺的延伸，所以像在经络里面的话，这边有我们的心，然后心包，然后或者是肺经，它其实都是往这个地方延伸。在这个交界手肘的地方，这边其实会非常的黑，就是因为他们吃手肘吃的很多。那这边也是很多的淋巴结的中间的干道，所以我们在刮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把这边清干净。那我今天采取的刮法，它是属于要好好休息的。你只要是有在训练的人，通常那个痧大概是2天左右会退掉，然后你这边会觉得非常的痛，是因为你这边已经盯很久了，然后因为你平常只有伸展，你就平常洗完澡用刮痧盘加揉砂油，然后你可能就是这样上下刮，我觉得都还能够维持一个程度。其实这边是很痛的，可是你会发现它的痧没有上面来的多，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它的小手臂很硬，那当肌肉很硬的情况之下，其实痧不见得会出来，因为它就很像铜墙铁壁，它痧要浮出来的时间就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那我们现在要刮的是我们的桡骨，它会是蛮直接刮到骨膜的，很电对不对？哦，这里很痛哦，头痛。可是这边会跟大拇指这边操作有关，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桨在握的时候，握桨的时候，对，你会抓不稳吗？应该说最近我会一直觉得它我会握得很大力，就有点不太知道手在哪里的那种感觉，对，会没有办法 sense 到。我们通常在刮桡骨跟尺骨中间的时候，它这边会有一个韧带联合。那因为它的抓握比较多，如果是撑的动作比较多的选手，这边也会非常的痛，会软掉。那为什么要刮这里？是要让他们的抓握能力是比较好的，是比较有感的。那他今天在使用技巧上会比较能够去掌握到精细，就会比较省力。所以这是不行的。对，最出力的其实是小妞妞跟无名指，大拇指我们通常是握就不会掉下去，这个是用力，然后这个是让它扣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两边，因为它要去握感，所以这边的鱼际肌也是非常的肥厚，就跟我们刮痧一样。我们刮痧其实吃鱼际肌也吃很多，这边直接一颗结晶痧出来，这也是比较罕见，这要手部操作
很多的人才有，这颗直接破开，有它羞羞，对，羞羞。我们之前也有拍过妈妈手，其实就是在这附近。好，再来是手刀位置。手刀位置的话，俗称的网球肘会比较有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帮它做加强。这全部都是带结晶，哇，你这个很严重。我觉得选手都不容易啊，就是每一个选手有成绩的，至少会有国家资源。那国家资源有时候还要看当时的预算怎么样，就不是每一年都预算不错嘛。但是我们民间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或许也可以有一个扮演着一个支持的角色哈。所以如果说你家有选手，底下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拍成影片，或者是邀请这个领域顶尖的选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会让你很麻的地方，因为这边会是一个神经转折处还可以吗？可以。好，放轻松一点。好，我接下来再一个哦，我要刮腋下哦，腋下很痛哦。这一条是整个被拉出来的肌肉，通常不会有这一条，这条比较罕见。来咯，这边要整个把2、3头放掉，这个地方杀出来了，下面带结晶，这边是我们的肩胛下肌。那肩胛下肌之前如果有看地球妈妈那一集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它其实是跟我们的50肩前兆会有关系所以就是如果说肩膀啊平常抬起来会卡卡的，我们这块肌肉就会蛮重要的，因为你们手部操作真的比较多。这边有一个超大颗在这里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是这边，我们再把这边放掉就差不多了。所以你平常都就只有伸展，你都没有在保养自己？有，就会去找那个像类似美式整脊的那种。但是整脊是骨头跟关节，对，软组织比较没有。还是会有运动按摩啦。哦，就偶尔会有运动按摩放一下。对，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其实都蛮喜欢的哦，只要可以有放松的感觉，其实我都觉得不错。真的是靠身体在吃饭，所以一定要把身体保护好。那我们现在把猪排的右手刮完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胸大肌，尤其靠近腋下的这一块，这边是整个清掉的，然后还有血砂跟结晶砂。那这是一般腋下正常的砂种。再往下的话，带着红砂跟暗红砂，但它其实颗粒感很多，一路到手肘凹窝的地方。我在刮痧的时候，我会去计算对方的血流，因为我们刮痧其实会增加血液循环嘛。那我刚刚从脊椎到腰的部分，其实我是有让它整个出来，所以通常如果我那边做比较多的话，我其他的部位我就会让它点到为止。我们会去看对方的需求是什么，那他问题点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刮完之后，如果我一次刮，那他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学习，然后才会比较知道的地方。好，我现在先把头皮先稍微放掉，然后还有脸的部分。你有在刮头皮吗？没有。好，那你可以刮一下，因为毕竟整个肩颈如果很紧的话，通常颞颌关节这边也会连带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嘴巴打开的那个幅度，感觉会比较卡一点。好，我们今天已经帮猪排已经刮完了，从胸椎，然后腰椎，然后脖子、半侧的手臂，然后头刚刚我也稍微刮一下了。那刮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充血，那血流其实是修复的关键，所以会让你的身体获得很好的休息之后，那我们再继续打拼。你现在的感觉如何？就整个很放松，然后手也没什么力，觉得应该要睡觉了，差不多关上灯就可以马上闭上眼睛。我也觉得你应该会直接睡着。今天整个刮完之后，我觉得身体应该是可以重新开机，然后重新把课表吃下去，用身体去学习每一个教练要带给你的专项。那也期待就是我们的猪排竹韩，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奥运，然后可以看到你比赛，然后也希望你可以为台湾，然后去获得很好的成绩。好，我会努力的。对，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一起为猪排加油。那就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我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